如果说我跟经济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对，我最开始是技术，纯做技术，做工程师，对，然后现在是做新能源。我们在汉诺威成立了一个公司，做光伏、风电和储能。那你们这个行业等于说在过去的3-4年之内也是一个快速的增长期，因为这边有那个太阳能板的需求，包括那个公寓外面的那个每个楼的供暖，是不是你们做这个吗？对，但这个产业或者这个行业本身，我这样说啊，就是如果说中德之间的商业和对商业环境各个的认知里面来的话，因为我经历了它从两德统一到现在过去30年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能明显的看到呢，我也时常关注中国的情况，那么在同样两个过去30年当中，我认为德国社会的以能源行业、能源产业为例子的是德国原来的国企型、地方政府下面的事业公司型的这种运营体系，在相对来说非常公平和开放和监管的情况下，越来越被私有化，允许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和国企和地方的事业单位进行竞争。你说在德国，这是在过去的20年。对，这个尤其是疫情加上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了在新能源这一个小产业里面，传统能源还是大产业啊，新能源这个小产业里面，因为政府行政跟商业之间的分割，使得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公司。对，首先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去做这个，是被许可的。第二呢，如果他们有能力，他就可以将自己的公司不用在乎他的竞争对手是谁，能够赢到这些项目，开发出来，并参与到整个的供电和能源系统里。再就是它接下来的发展，无论是通过光伏啊什么，还有风电呀，还是储能，它能够成为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还会取代掉传统能源集团里面的一些业务部门。反正我有一点了解，就是风电在过去现在也是因为环境问题被德国的政客也是有一些批评，因为它就是那个会造成一些自然风力的减慢，然后会影响到气候，这个你们了解过吗？有，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德国不能看政客讲什么，我们要看他各个调研系统出来的信息和数据是什么。政客只能代表一时的一个所谓的一群人的判断力，它不是这个国家的判断力，我们没有必要当真。你说的，我们重视它，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当真。对，这跟中国很不一样的。这是大部分。不要因为邵雨慈或者是林娜讲了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要怎么样。不重要。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习惯，因为它会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难受，对吧？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长期，它很难就是决定你，它会让你困难一些。但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所以我有时候我有国内的一些朋友会很关心我，然后经常会给我发一些关于德国总理啊、他们的话语，说要怎么样了，说德国经济要变天了或怎么样。其实呢，我跟你说，人家就是为了竞选在那说话，其实他他妈的能不能当下届都不知道，所以而且他很可能过了半年他就推翻自己说的话。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就是领导一句话那就必须上马，领导一句话那就必须下马。他这个是这样，不下马就进去了。这个社会它原动力上也是希望这样的，但凡当权的人或者在执政的或者有操作系统权力的人，他都希望是这样。对，但是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从一个领导到他下面各个部门，再到各个执行部门，他中间可能各党派都在交叉。所以他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下面有一个团队去贯彻执行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它是无法落地的。是，它不像国内，这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有好处，这个制度也有坏处，对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上面一个人发疯，他不会全部的这个系统
都发疯，失灵，大家都跟着去发疯，都因为他说了这话，那我们就要把土耳其人赶出去，在第二次把犹太人杀光，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每一个部门的主管都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对，而且有确定的权限，包括说不的权限，并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这是一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就像他刚才问到风电。风电有弊端吗？当然有弊端，对吧？你想竖了个200米高的风车，不停地在那里转，那要么把一个鸟给不小心撞死了，要么就是整个的这个噪音啊什么对周边的居民有影响，还有等等一切的可能的厉害。但反过来，在德国整个一个年度3000吉瓦的需求量上，在这个风车产生的，比如说这220万度电这一年。我是用这个风车并忍受它的后果，还是我去采购法国的核电，对，或者我是去用波兰的煤电采购进来上面，这就是道德、商业和自我牺牲的一个评判，放在一个表格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目前你看德国高速公路上风车不断的在增加，就是一开始还端着受到道德上面的自己的质疑和评判，然后慢慢的自我否定，开始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对，然后越来越现实，到最后每个村镇、乡政府都说我们还是要搞风电，不然我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别人的电，而且我买的别人的电还是灰电，是的，也不是绿电，就跟他们整体的国策是相违背的。而这个民族在绿色能源啊等等上，这个国策制定上。因为它是充分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它还是坚持往下走的。所以这个各个系统里面的，你看它得像看一个魔方一样，一个3维的矩阵来看它。就上个月吧，我跟一个德国人，然后是那个就是他是一个研究宗教和哲学的学者，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媒体上就是说到这个能源政策，他就觉得他个人觉得就是德国在过去的10年里是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说，德国完全废掉了，就是完全抛弃了核能这个技术路线。因为他说他回想到，98年、99年的时候，德国那个时候有全世界最好的核专家和全世界最好的核工厂，最安全的。德国关掉的这个核工厂也是最先进的，对。但这个东西不是我觉得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个科学家们或者是党派决定的问题，这应该是整个。北约系统里面决定的是不是让德国继续拥有核能力的一个原因，我相信是这样的。应该是德国跟法国之间博弈过程中出来的结果，它不是一个民意结果。真的，我相信他的观点是，其实说他这个是因为政策原因，是因为 CDU 当时就是 Union 当时为了吸收绿党的政策，他为了吸收绿党的选民，所以他们支持了这种核政策。对，这个政策博弈是它，因为首先我们说整个新欧洲，就2战之后的欧洲，有各种势力和帮派。法国也是很强的，法国的核能也是很强的，对吧？德国的核能是完全没有出口的可能性，它只是自己的研发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能力，这也是当时约定俗成的，不会给它更多赋权和商业应用场景的。所以他们在核能上面的投入。国策上的投入、资金上的投入、民政上的投入，跟它的产出始终是负资产状态。所以你不能看它这个核电站发的电是不是便宜，你要